形而下的角度来说，万事万物都在无常变化之中，但这不是佛所追求的道。明心见性智慧的开悟，是真正明白形而上的道体。六祖坛经中，六祖有2次开悟，第一次所悟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第2次所悟为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相比于第一次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第2次才是真正明白了道体，所以重点讲解第2次所悟的内容。第一，何其自性，本自清净。道体的清净不是真有一个清净，这个清净是超脱了清净与染于的2元对立。如果说道体是清净的，那么为食魔形而下海有个重污垢不净，人心的贪嗔痴，尸体的腐朽腐败的食物等等。如果道体是污秽的，那么就不应该有清净干净整洁的存在。道体非清净非污秽，而包含了清净和污秽的2面，也如同诸佛不断贪嗔痴一样，诸佛若断贪嗔痴，则为大妄于人。诸界定慧及淫怒痴惧是犯行，众生国土同一法性，地狱天宫皆为净土，有性无性齐成福道，一切烦恼毕竟解脱。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空不会因为阴天晴天、冰雹暴雪而有喜怒哀乐的变化，大地不会因屎尿不净还是香水清洁而有欣喜厌恶的偏好。如果非要说道体的清净是什么，可以说是染于与清净的2元一体性。道体包含了染于的性和清净的性，但是所谓的染于清净也是相对人而言的。脱离人的视角，站在天地万物的角度来说，屎尿不净对于草木来说反而是肥料，尸体腐朽化作养料，完成天地自然回圈，反而是万物得以和谐共生的自然本能。唯有现代生活下脱离了自然的人，才会把屎尿当作污垢不净，而忽视其特有的价值。中医当中，过去人吃砒霜中毒，用大粪汁灌嘴里催吐，用于急救；户外大失血需要补充体液，用尿液来急救。人中黄丘石童子尿都有对应的药用价值。万事万物的清净与污秽未必是绝对的成立，或者换句话说，本就没有所谓的清净与染于，一切染于清净全部都是后天人为主观思想构建的产物。抛开后天的知见，我不知道什么是净，什么是污秽，有的只是适合与不适合的环境，让事物合理出现在合理的地方，而不是提前就预设立场。提前预设立场，给万事万物贴上标签，这是净，这是不净，这种行为本身就已经远离了清净。应当如此看待世间万物，也如《金刚经》所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如果真的有一天末世降临，身体大量出血或者丢失体液，或许喝尿是唯一的急救方法，或许有的知识可以不用，但多知道一些，总归在危难时候能想起来，还是可以救人一命。反过来说，误食砒霜中毒变成误食其他毒物中毒，又没有办法快速催吐，只剩下大粪汁的话，也只能如此救命的情况下，谁还会在乎染于臭秽呢？催吐这方面，浓盐水也可以，瓜地根也可以，越是甜瓜的瓜地就越能催吐。第二，何其自性，本不生灭。生灭的定义必须搞清楚，所谓的生在佛教里是本无今有，过去从来没有的东西，现在无中生有了叫生；灭则是今有后无，现在有的东西以后永远不会再出现了，永远灭绝了叫灭。基于此来分析一下，到底万事万物有没有这种生灭的情况出现。生和灭在佛教观念里指的是空有的2个极端，如果认为万法都在生生不息，那就落入有；认为万事万物最终走向寂灭，完全不会再焕发生机了，就属于空，落入了断灭。不管是生还是灭，两者都是绝对错误的。正如之前所说，万事万物都处于变化之中，变化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里的运动，也是传统佛教所说的无常，万法无自性。变化不要想承担像运动，如果从空间角度来说，变化可以往前，当然也可以往后，那么反过来从生命的角度来说，变化可以从幼年变为老年，自然也可以返老还童，这些都属于变化的范围里，所以是被允许的。即使是道家存想吞服日月精华，尚且可以流行注释，流行注释是说长生不死，佛有4位弟子在世间长生不死，比较出名的是其中3位，迦叶尊者、
罗睺罗尊者、宾头卢尊者。至于外丹方面，更有许多可以让人不死的丹方，甚至在《抱朴子》中也有记载，有人拿长生丹方喂给动物吃，结果动物停止了生长发育，从此以后不再长大。回到空有变化来说，万法的生灭需要拆分到更细微的层次去看。在色法里，色法是指物质世界，把一个物质无限拆分，拆到极其细微的阶段，叫做临虚尘。可能这个大小比现在发现的原子、电子、中子还要小，或许是夸克甚至更小的单位也有可能。但重点是从微观角度观察来说，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具体到微观层面时，滴水穿石，日积月累下石头也会被水滴侵蚀到穿孔。最开始的阶段或许滴水穿石变化不大，日积月累才能从宏观的角度看到变化，而这些变化体现的是因缘的变化，而不是石头的变化。石头在被人弹起到时候会很自然而然地把大小几厘米或者几毫米甚至大到数吨的某些天然存在坚硬的固形物称呼为石头，也就是被人为后天定义下的石头。但真正意义上，正如之前所说，石头不自言我是石头。如果我们非要规定大小到一定程度的才是石头，当我们用无限二分法的时候，10厘米直径的石头分成2份，或许可以说是2份石头。无限细分到微米甚至纳米，到时候为石磨不能称呼它们也是石头。到那种程度，或许更多的情况下会被人们称呼为沙子，甚至是微尘。这都只不过是人主观的妄想分别建立的后天之见产生的对待观察。因为有大小区别，所以这是石头，这是微尘。但对于石头本身而言，从来没有一个真正存在过的石头，石头只是被人为主观定义的东西。与真理形而上的道体而言，从来没有一个东西被称呼为石头。如果把一切形而下的东西从形而上的道体来讲，并且强行给这个道体附加上一个人为的主观的思想，对于道体而言，一栋楼房可以称呼为石头，一个坦克可以称呼为石头，任何东西都可以被称呼为石头。任何形而下的万物都只不过是形而上道体的一部分。对于道体本身来说，称呼它们是什么毫无意义，也没有这样做的必要。庄子言道在使逆，何处是道？何处非道？道无所不在，强行在道中区分彼此，恰如把一个皮球切成2半去踢一样滑稽。而万法的生灭本质从来不是法的生灭，而是人心的生灭，不是风动，不是翻动，是仁者心动。心若不易，万法亦如风，吹翻动本就是世间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动之与静却是人主观分别的产物，动被人强行安上了动态变化的概念，静被人安上了静止不动的概念。如果说真的存在绝对的静止，那么才可以说真正存在绝对的运动。运动和静止如果强行分成2个层面，那么必须有绝对的区分标准。如果从有情无情2个方面来说，物质精神2个方面来说，从有情道角度讲，身体时时刻刻都在新陈代谢，即使你坐着躺着一动不动，身体内部的微观运动、心脏泵血等等生理本能，甚至是呼吸，都在时时刻刻保持运动，又岂能一动不动？世上只有2种人能做到绝对的静止，第一种是还没出生的人，第二种是已经死去的人。精神上更不用说，清醒状态下时时刻刻接受外界资讯，时时刻刻都在变动，每分每秒生灭不停的思想，使每个人的意识形态始终在不断变化发展。如果让一个从未接触社会黑暗面的人突然看到曾经的彭宇案，最近才发生的大同 QJ 案，世界观就会瞬间被刷新。如果把人关在小黑屋里，那首优格游是法尘分别影示纵使隔绝了外界的资讯，让人处于类似打坐只能向内攀援的状态，胡思乱想的情况下，对过去的种种事的回忆也会让当下的念头念念生灭不停，而最终无法保持停滞。简而言之，如果精神层面彻底保持不变，那么人的念头应当不会遗忘。今天忘了昨天吃的什么饭，一件件回忆起来应该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如果精神层面包括记忆等等真的永恒不变，从出生开始就应该始终保持出生的状态，无法学习也无法背诵任何知识，才是精神层面不变的状态。至于无情方面，更不用说，不管是什么情况，纵使在坚硬的物质或者其他什么东西突然陨石撞击地球，或者其他什么行星，
或者太阳即将死亡膨胀吞噬地球等等情况，或者某天一个黑洞运动飘逸过来，把行星吞噬了什么什么，任何一个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无法逃脱灭亡的结果。这个灭亡仅仅指的是当下构成对应物质的因缘的灭亡。有情无情的生灭始终不是法的生灭，而是因缘的变化，构成有情和无情某一时刻的因缘变动，就代表了刹那刹那无常的生灭，而不是真正有所谓的生和灭。第三，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引用一个经典的案例，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从客观因缘的角度来说，始终都是先有蛋才有的鸡，那么生鸡的蛋从哪里来呢？漫长的地球演化过程中，生物的发展进化可能是从某种鸡的祖先那里生下来，适应新环境新社会的蛋，这个蛋产生的生命就是鸡。纵使把全地球的鸡和鸡蛋集中起来全部灭杀也毫无意义。何其自性，本自具足。鸡和蛋被灭杀的只是形而下的因缘，而形而上的道却依然包含了鸡和蛋生成的真理。当遥远的数百万数千万光年外有一个和太阳系完全一样开局的世界，经历数十亿年的演化发展后，无论是大气环境还是温度与生物多样性都和地球类似的情况下，适合鸡的环境诞生的情况下，鸡自然而然就产生了。鸡的产生不是鸡的产生，而是生命本能适应环境做出的自然演化。无论是什么样的真理，形而上的道体都具足，即使是原子弹、核聚变、核裂变，甚至是光速飞行的引擎等等遥不可及的东西，形而上的道体具足一切万法的可能性。现如今所谓的人类文明和科技创新，或者说什么发明家、科学家的发现，都只能说是对于形而上道体这个绝对真理的探索。从来没有什么东西是被人创造的，人不能创造真理，人只能总结真理的规律。科技的突破创新从来不是人创造的，而是对客观规律的合理利用组合，如同拼积木一样，拼拼搭搭构成了一个完美坚固耐用的城堡。如果拼拼搭搭变成了一个飘摇欲坠的城堡，从形而上的道体来说，二者并没实模不同，对于人来说则大不相同。人是带着一个模具去套这个城堡，如果不符合要求，就是残次品劣品。但是形而上的道体来看，只不过是不同因缘组合成了不同的事物。这个事物满足人的要求，对人来说才是好的；不满足人的要求，就是不好的。正因为这样的主观分别和预设立场，导致人越来越远离道，道不远人，而人自远道。第四，何其自性，本不动摇。动摇这一点相对被讨论的比较少。简单来说，如果说动摇，还是从物质方面的色法与精神层面的心法来说。物质方面的色法，不管再怎么动摇，也离不开变化发展。任何变化发展，从上面已经讨论过的内容来说，变化发展才是物质的常态。万事万物唯一不变的一件事就是变化。人的主观这一方面，银的氧化、铜的生锈、食物的腐败，在人看来，这种变化发展属于不可控的必然的，甚至会觉得这些不可控的变化非常麻烦。如果食物永远不会腐败，那么新鲜出炉的食物就能永远放着不会坏，甚至从地里产出的农作物水果也可以一直储存起来，减少许多成本，就连冷链运输都是毫无必要的。然而，对于形而上的道而言，这些变化发展才是常态，一切的变化发展都是天地自然万物回圈的过程，万物生灭回圈才能构成健康的生态链。从精神层面的动摇来说，一切主观的思想认知，实际上都是不同人类文明把客观事物具象成一个个文字符号，每一个文明的文字对于形而上的道体而言，都只不过是如虫遇木，偶尔成文。这是说虫子在啃食树木的时候，啃食的痕迹如同文字一样，这只不过是偶然的情况罢了，从来不会有虫子懂得人类文字还刻意啃食出来文字的情况。人类的文明本身就是一种符号化的产物，对于形而上的道体来说，主观的认知见得毫无意义。规定石头名字是石头就是石头，那么同样的，我们把山中队原命名为东京 K 地区，把东京 K 地区命名为山中队员，如此一来，东京 K 地区就不会受到超兽的攻击了，受到攻击的是山中队员。这种玩弄文字的行为对于客观事实而言有什么意义吗？在中国地区，苹果被称呼为苹果，在英文的区 Apple 才是对苹果的称呼。如果是毫无智慧的人，一会中国人称呼苹果是苹果，
一会英国人说这是 Apple， 那这个到底是苹果还是 Apple？ 实际上哪个都无所谓，在社会大环境下有许多约定俗成的事物，遵循旧的约定，方便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交流，才是文字被发明的意义所在。反而执着于不同称呼说法，导致自我混乱，毫无意义。精神层面动摇角度最大的动摇，大概就是世界观的冲击。所以，除了上面中英文导致无知之人的自我混乱以外，世界观的冲击与变化，或许才是最大的动摇。引用鲍朴子的话来说，纵使有仙人在世人面前展现神迹神通变化，也只会被当作幻术魔术，而不会觉得真的有仙人存在。再结合前文所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精神层次的动摇变化发展是正常的常态的，但是形而上的道体是毫无动摇的。你称呼形而上的道体为狗屎为伞兵也不会生气，称呼道体为神、为佛、上帝、安拉、飞天意面都无所谓。形而上的道体本身就没有任何的称呼，有的只是人的一时方便罢了。心念变动导致的不同称呼与道体无损，恰如纵使把东京 K 地区改名为山中队员，也还是避免不了超受袭击东京 K 地区的事实。第五，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自性能生万法本质上和本自具足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自性本自具足拥有形，而下万是万物的离体。能生万法为自性起用，产生形而下的万法的相合用。从体相用的角度来说，本自具足，从离体上来说，自性本自具足，本无增减，正如心经所说，不增不减。能生万法则是从形而下角度来说，万事万物无一不是从自性中变化而来，无一不回归到自性中去，即一切万法从法界中流，无一不归到法界中。自性能生万法，所谓的生也是顺遂世俗方便而说的，严格的生是本无今有，过去从来没有的东西现在有了。但是万法无自性，没有任何一个事物能够保持自己的自性，每时每刻都在无常生灭中。一块食物放在外面风吹日晒，1周左右就可能腐烂到没有剩下什么，甚至还有动物啃食等等。而人们习以为常的万事万物都处于这样的无常生灭中而不自知，反而执着于种种虚妄的名相，不管是精神层面还是物质层面，记忆、思想、念头没有一个能够永远保持不变。如果精神层面能够保持永久不变，则人出生以来就该一直如同婴儿一样无知，无法学习记忆任何东西。如果物质层面能够永久保持不变，则应当看到亘古以来永久存在未曾留下任何时间印记的事物。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纵使过去梁武帝下令修建大量寺庙，最后还是成为一捧黄土。所以能生的万法的生，依然不是真正有一个实有的法的出生，而是因缘聚合的产物。万事万物的变化都可以归结为因缘的变化。至于再进一步追究，既然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因缘产生，必然有一个能够支持因缘存在的事物。万事万物的第一因到底是什么？这个点在《楞严经》第4卷中给出了部分解释，但是依然如同和稀泥一样，让人不够满意。世尊，若复世间一切根尘因处界等，皆如来藏清净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诸有位相，次第千流中而复始。这里是富楼那对佛的提问：如果如来藏自性本自清净，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话，为什么会突然产生后天山河大地等等有位相，万事万物还都在生灭不停的念念生灭中？佛言：富楼那，如所言，清净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汝常不闻如来宣说性觉妙明，本觉明妙？富楼那言：唯然。世尊，我常闻佛宣说斯义。佛言：汝称觉明，未复性明，称明未觉，未觉不明，称未明觉。这里首先佛肯定了富楼那的提问，直接问到根本上了，很好。然后佛提出了2个观点：一性觉妙明，二本觉明妙。然后佛再问富楼，那既然自性清净，不应该有山河大地突然出现。一性觉妙明，二本觉明妙的2个角度来说，一你觉得自性本自清净，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样的就是自性清净？还是说，二你觉得自性需要认识到山河大地这些有为法的虚妄，知道了这些是虚妄的，远离的虚妄，才能称之为本自清净？富楼那言：
若此不明明未觉者，则无所明。傅楼那说，如果连山河大地等等这些有为法是虚妄都不能觉察到的话，那肯定不能说是自性清净，必须明白万事万物是虚妄是空的，才是自性清净。即上文中的二。佛言，若无所明，则无明觉；有所非觉，无所非明。无明又非觉占明性，性觉必明，妄为明觉，觉非所明。因明立所，所即妄立，生辱妄能。佛说，如果二是正确的，不能够认识到万事万物的生灭的是虚妄的，就不能称之为觉悟。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加建立能合所，有所非觉，无所非明，有所即有一个能够认识到山河大地上虚妄的能动性存在，而所认知的知见山河是虚妄的，是所觉的知见，即能觉和所觉。如果有一个所觉悟的知见，即二里面认为必须觉悟万事万物是生灭不停，所以山河大地都是自性所产生的投影，根本来说都是假的。在建立了这个知见的前提下，这个知见本身虚妄的，即有所非觉。知见、文字相、思想、心行等等，本身都是人的主观产物，即人类为了方便沟通交流而产生的文化符号，而不是真正的道。建立了一个主观的虚妄的文化符号，然后把这个文化符号当作道，反而是虚妄不实的。金天山中队员可以叫东京 K 地区，明天东京 K 地区也可以更名为超兽，来一个文字意义上的超兽袭击。超兽实现印度营学，成功保卫了东京 K 地区不被超兽袭击。如果在二的前提下把所觉悟的知见抛弃掉，又怎么满足必须觉悟一个知见山河大地上虚妄的才算真正觉悟呢？既然二的情况下不能建立一个能觉的自性和所觉的知见，有能有所都是虚妄，在二必须有能有所才能算自性清净的话，就无法建立一个真正的清净的自性。所以二的认知是错误的，在二的前提下不可能建立真正的自性清净，也无法证到真正的清净的自性。接下来是佛在阐述正确的知见，性觉必明，自性清净是超越能所的，非有能觉悟和所觉悟，有能有所还是落入了后天的范畴，任何后天思想知见都与自性的道毫无关联。自性的觉性本来就已经清净了，不需要另外再清净一下，如同全新的盘子本来没有杂质，非觉得有点脏洗一下，水、洗洁精用来很久没有清洗钢丝球等等，这么一洗，反而把没有油污的盘子染上了污垢。本来拿起来就能用的盘子，洗完了还要烘前或者擦前净水分再去用，岂不是头上安头，多此一举？妄为明觉，这是二的内容。一旦建立了能所，有能有所即是二。佛法是不二法门，任何知见都是对自性的染于。金刚经说，若见诸相非相，即现如来。若以色见我，以因生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现如来。山河大地真的是山河大地吗？若见山河大地非山河大地，即现如来；若见有为法非留有为法，即现如来。傅楼那依然在纠结于有为与无为法，认为非要把觉悟一个真和假的不同，然后死守这个真就好了。心若不异，万法亦如。说有为无为，也只是帮助人们认识到之前执着的世间万事万物都是虚妄不实，刹那刹那在生灭不停。这个认知是站在人的主观立场，站在道的立场上来说，全法界一体无差别，无有为法，无为法，空有俱空，真俗俱亡，一法不立，涅槃生死俱是虚妄，般若无明同是解脱，天堂的欲俱是梵行，甚至反过来说，37道品俱是恶业，行10善业皆堕地狱，圆满6波罗蜜皆为魔业。人的主观情况下，用文字法把佛和魔反过来说，解脱和烦恼反过来说，有什么问题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因为道本自性清净，你甚至可以说到是波旬是道。好比如印度营学在印巴冲突中，自己被击落来6架战机，反而大规模宣布印度大捷，开启10天庆典一样。除了玩弄文字，对事实没有任何影响。绝非所明，因明立所，所即妄立，生辱妄能。绝非所明，还是上面的内容，凡有所觉悟，建立了能所都是虚妄，均是无明。因为自己妄想执着建立了非要觉悟，非要有个明悟的能，然后从能建立种种之见，这是石头，这是天空，这是大地，
种种后天虚妄的知见被建立后，不仅遮蔽了自己的清净自性，反而通过文化教育把后来一代又一代人的清净自性全部遮蔽了，建立了一个个虚妄的知见，构成了完全是妄想组成了虚妄的主观能动性。无同义中赤然成义，一彼所异，因义立同，同义发明，因此复立无同无异。如是扰乱相待生劳，劳久发沉，自相浑浊，由是引起尘劳烦恼，岂为世界竟成虚空？虚空未同，世界未异，彼无同义，真有为法。无同义中赤然成义，这个还是说自性本来清净，结果因为虚妄的知见建立了种种后天的知见，把清净的自性划分，这是鱼类，这是植物，这是鸟类，这是文字等等。若论本体则不立一法，若论形而下的世界则种种万法，各个不同。但形而下的万法差异也是因为人的主观去区分的。虽然说火能烧，水能淹，石头很坚硬，但火不自说我能烧万物，水不自说我能淹万物，石头不自说我很坚硬。一切万法差异全都是人的主观分别，而不是万物天然被定义了只能是什么什么的事物的。六祖坛经说，正人用邪法，邪法亦是正；邪人用正法，正法亦是邪。由此可见，万法本闲，为人自闹。一彼所异，因义立同，同义发明。因此复立无同无异这段是说形而下的万法本身就是因为虚妄建立有能有所，根据建立的所知的妄想分别区分万事万物的不同，分出来一部分是有不同的异类，一部分是相同的同类，就这样建立了相同不同的概念。如是扰乱相待生劳，劳久发沉，自相浑浊，由是引起尘劳烦恼，岂为世界竟成虚空？虚空未同，世界未异，彼无同义，真有为法。这段是说因为种种同异知见的建立，种种虚妄的概念越来越多，把自性清净的本体变得越来越染于，也因此引发了种种烦恼。而世界和虚空的区分也因为主观的妄想分别把静止不动看不到摸不到的部分称为虚空，而运动有变化的称之为世界，虚空无形象无实体的障碍被称之为同，而世界的种种万法差异被称之为异。依空立世界，想成国土，知觉乃众生。参看后文可知，除了虚空，世界还有一个众生，同为虚空。意为世界不属于虚空和世界的，则是众生，也符合有情世间、气世间的分类。无论是虚空、世界还是众生，都落入了后天虚妄的有为法，完全不是道的范畴了。世界的建立，山河大地的出生，万法因为因缘变化而有的生灭现象，全部都是人为的虚妄建立的妄想，而不是唯物主义思想下追究到物质层面有一个第一因或者宇宙大爆炸。关于宇宙大爆炸也可以讨论一下。现代科学界认为宇宙形成的是起点无限密度、无限物质、无限能量被聚合无限小的情况下突然爆炸，产生了种种物质，然后物质之间互相作用，产生万事万物。但是宇宙大爆炸理论从本质上来说是创造了一个物质上帝，西方宗教里认为有一个造物主创造了世界，而现在的科学界则是把人格化的上帝变成了物质化的起点。众所周知，在唯物主义思想下，任何物质存在必然需要空间为载体，人以大地为载体，大地如果比人小，如何承载数10亿人口？地球以太阳为载体，太阳系又被包含在银河系中。就连哲学家都会问一句：上帝的妈妈在哪？那么支持起点存在的妈妈在哪呢？起点所蕴含的物质和能量，以及支持爆炸的能量和允许起点存在的空间，甚至于允许起点爆炸产生宇宙的空间载体，是从何而来呢？这些事是无中生有，还是外在，还是有一个超大起点爆炸形成了一个宇宙，如同大泡泡套小泡泡一样，把我们所处的宇宙包含在内？那么继续往前推，这个大泡泡起点的妈妈又在哪呢？起点的妈妈，它们到底是无中生有，还是有一个外在外源性能量源在源源给他们补充物质和能量？如果是无中生有，就变成物理上帝，本质和西方宗教的人格化上帝没有任何区别。如果是后者，则外源性力量的源头依然是无穷无尽的无法溯源，二者根本上都可以说是无法被认知到的事实。所以相比宇宙大爆炸是科学的，
我更倾向于认为宇宙大爆炸是现代科学家建立的物质上帝，与西方人格化上帝毫无区别。那么世界到底是什么呢？再复习一遍原文，无同义中赤然成义，义彼所义，因义立同，同义发明，因此复立无同无异。如是扰乱，相待生劳，老久发沉，自相浑浊，由是引起尘劳烦恼，岂为世界，竟成虚空。虚空未同，世界未异，彼无同义，真有为法。用六祖的话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在百法明门论的心不相应的24法中，时间、空间、数字、寿命等等，全部都是虚妄不实的存在。科学家的研究更是妄有所觉，在自己建立的各种妄想中开展种种研究，试图探寻本自清净的道体，然后安立种种虚妄的文字名相概念。抛开虚妄的文字名相，万法本空，万法本闲，人能够在无自性的万法发挥主观能动性是对的，恰如圆觉经所说，未出轮回而变圆觉，彼圆觉性即同流转，若免轮回，无有是处。用生死妄想攀缘妄想，在妄想中追求真实，则毫无可能。正因自性本自清净，故无能所；因其不生不灭，不动不摇，故为万法之基；因其本自具足一切理法，故能随缘显现万法之相。悟此，则知万法为心，心外无法。修行之道，无非顿歇狂心而已。